我是3界最出名的情丝贩子，但我卖的不是情丝，而是自己吐的蜘蛛丝，主打一个以假乱真，扰乱市场。不料生意做太大，野心勃勃的魔尊居然主动找上我，神仙动情，智商为零，我要你给全仙界的人种上情丝，助我魔族铲除仙界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是一只蜘蛛精，蜘蛛丝很便宜，辛辛苦苦结一整张网，只能换2文钱。而情丝很贵，短短1寸，黄金1000两也有无数人疯抢。如今恋爱脑横行，最流行让无情丝之人为爱长出情丝，一时间情丝供不应求，价格也水涨船高。最初我并不知道情丝长什么样，直到我的好友狐狸精谈了恋爱，为表忠诚，他将自己的情丝抽出，送给他即将出征的爱人。你只管大胆去实现你的抱负，我的情丝给了你，便不会再爱上别人。我定睛一瞧，这情丝怎么跟我的蜘蛛丝长得一模一样？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心中浮现，但我并未马上实践，而是慎重考察了一番。以我对狐狸精的了解，她对男人上头快，下头也快，何况她生得美艳，身边总是俊男环绕。果然，男人出征没多久，几个小鲜肉便对她大献殷勤。狐狸精跟他们打情骂俏，聊得有滋有味。我问他，你不是没有情丝了吗？怎么还能打情骂俏？狐狸精轻轻一撩头发，是啊，没有情丝，也不妨碍玩玩，只是入不了心。我恍然大悟，看来有没有情丝，外表是瞧不出来的，毕竟玩玩和入心原本就没有明确的界限。那么，我用蜘蛛丝冒充情丝，应该也不会有人发现吧？前面说过，我是一只蜘蛛精，这其实不够准确，因为我是罕见的金丝蜘蛛，吐出的丝是金黄色的，恰好情丝也是金黄色的，任凭那些仙魔如何施法，都看不出我这蛛丝的伪装痕迹，这让我具备了其他蜘蛛难以替代的优势。但还有一个问题，上哪儿去找有钱又好骗的恋爱脑？经过广泛的市场调研，我将目光锁定在魔界尊主娄烨身边。众所周知，魔尊娄烨天生没有情丝，但他偏偏长了一张宛若天人、颠倒众生的脸，再加上武力值强、备受欺凌的童年身世，简直就是话本男主的不二人选。无数魔女小妖幻想被他爱上，上演一段惊天动地、为世人所不容的爱情故事。只可惜娄烨没有情丝，任凭那些女子如何折腾，娄烨都不为所动。这个时候我出现了，我找到那些围绕在娄烨身边的有钱女子，1对1突破。若能让没有情丝的魔尊为你生出情丝，还能有比这更震撼的爱情吗？我从兜里掏出一个包装精致的水晶盒，里面浮动着一根金黄的、泛着微光的蛛丝。我这里有一根多余的情丝，取自纯种恋爱脑，新鲜无污染，专一超纯粹。你看这个丝它又长又亮，因为小姨子跑了，不得不低价甩卖。现在购买不要1万两黄金，不要1000两黄金，只要998，情丝带回家。最初那些女子还有犹疑，你这情丝是真的吗？假意赔时，我张嘴说大话，反正赔的那时也是假的。这样吧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可以先付1半定金，等事成之后再付另外1半。我的情丝都是有口皆碑，成功率很高的。再说了，你要是成了魔尊夫人，还在意这点钱？女子们见我如此坦诚，不由动心。殊不知，我赚的就是那1半定金。恋爱脑往往人傻钱多，大多到这时就果断交钱了。更谨慎的，可能还会多问2句。若娄烨种下情丝，能不能保证他爱上的人一定是我？我解释的有模有样。这可不行，情丝只能让他生出情感，却不能保证他爱谁。但你有先天优势，你可以从他种下情丝开始，便与他培养感情。他初次体验情滋味，定会对你欲罢不能。恋爱脑陷入焦虑，可我和他接触的机会并不多，要是他不小心爱上别人，我岂不是为他人做了嫁衣？我不赞同的摇摇头。你对他究竟是爱还是占有？你若是爱他，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。如果他有了情丝，能感受到幸福，
哪怕是和别人在一起，你不也应该感到欣慰吗？一番话下来，恋爱脑顿感自己太过自私，为了娄烨的幸福，斥巨资买下情丝。这也是我给自己找的后路。就算有了情丝，娄烨也不一定会爱上买主。若是不奏效，我就会以娄烨爱的是其他人为借口，全身而退。要是买主怀疑买到假货，也没关系，他们总不能到处宣扬他们给魔尊中了假情丝吧，妥妥的不要命了。因此我料定，就算买主们发现端倪，也不敢声张。卖假货总得懂点心理学。就这样，我以魔尊身边的恋爱脑为原点，铺开了销路。凭借低廉的价格、几乎没有的成本，以及只要你敢买，我就敢卖的宣传口号，我成了3届最大的情丝贩子。每天吐丝都给我吐得够呛，偶尔歪打正着成了挤兑，还拼了命的帮我宣传。曾经的我不懂爱，还好我的他在圆圆家购买了情丝，让我第一次体会到爱情。现在的我们很幸福，很好，有一种负负的正的美感。我就说嘛，真情丝和假情丝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当然，这话排除了魔尊娄烨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这些年有666名魔女和小妖从我这里购买情丝给娄烨种下，连起来的蛛丝都够给他做副手套了，还是无一人让他动情。娄烨身边的探子告诉我，魔尊最近时常说身上黏糊糊的，像被什么丝线缠住了。我听得一身冷汗，再这么下去，迟早得翻车。恰好仙界出了新律法，将贩卖情丝列入重罪，严重者斩首。我决定金盆洗手，但没想到，就在金盆洗手当天，一阵漆黑的邪风卷入房中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便觉脑后一阵钝痛，晕了过去。再醒来，我已身在魔界。抬起头，黑曜石的王座之上，坐着一个冷峻深沉的黑衣男子。薄薄的唇暗含威严，微微勾起嘴角时，又多了3分邪气，3分傲慢。你就是那个卖情丝的宋媛媛？男人的声音低沉且磁性，像被夜风轻摇的琴弦，带着一股神秘的韵律。我心里冒出3个字：怪不得，怪不得能吸引如此多的仙女妖女，前赴后继给他种下情丝。魔尊娄烨果然帅到掉渣。不过他找我干什么？难道假情丝露馅了？想到此处，我心头一紧。他能把我带到这里，必定知晓了真相。与其抗争，不如老实交代。回魔尊大人，其实那些不是情丝，只是普通的蛛丝。听闻此言，魔尊却笑了。我懂，我懂。如今仙界大力打击恋爱脑，禁止贩卖情丝。你这买卖有风险，打着蛛丝的幌子，可以理解。啊，他怎么自己还给圆上了？魔尊笃定道。本尊听说过，你售卖的情丝又长又亮，都取自纯种恋爱脑。仙界那群神仙，只要一动情，就私欲膨胀，为祸天下。若每一个神仙都能种上恋爱脑的情丝，届时3界大乱，便是我魔族的天下。魔尊缓步走到我面前，轻轻勾起我的下巴。宋媛媛，你可愿帮我？我帮他？我一个卖假货的，能帮他啥？听着魔尊意气风发的蓝图，我只觉头大如斗，眼冒金星。啊，这怎么不愿意？魔尊眼中闪过一丝寒光，周遭的温度瞬间下降。我汗毛一竖，立刻解释：魔尊大人，非我不愿，而是不能。我卖的那些蛛丝都是假冒伪劣产品。这么荒谬的借口，你以为我会信？娄烨冷嗤一声：蛛丝是白色，情丝是金黄色。若你的情丝掺了假，那些仙人早就发现了，又岂会替你做宣传？那是因为……话未说完，娄烨的眉眼已积满微压。我耐心有限，活腻了你就继续说。他双眸阴沉，看得人遍体生寒。很显然，若是继续推脱，我立刻会变成一具尸体。那个……我审时度势，很快挤出一个狗腿的笑。为了魔尊大人的伟大事业，在下必定肝脑涂地，鞠躬尽瘁。只是恋爱脑的情丝本就稀少，我的库存已经耗尽，实在没有多余的情丝。这都不是事儿。娄烨一挥手，打断我的借口，耗尽了就再取。你要是没库存，
我这儿还有600多个恋爱脑的情丝，供你取用。600多个恋爱脑，在我这里买情丝给娄烨种下的女子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数。我心里猛然窜出一股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下一刻，娄烨弹了个响指，数百名女子受到感召，如同被一股强力裹挟，不受控制地飞入店内。视线交错的那一瞬，尴尬弥漫。飞入店中的货源们，个个是我的老熟人，无一例外，全是情丝的买主。更尴尬的是，娄烨居然在这时候开口：“宋媛媛，这些就是你的货源。”货源？娄烨轻点了下头。这群恋爱脑手在我身边多年，赶都赶不走。我魔族的战士，岂可贪于儿女情长？借这个机会，你刚好把他们的情丝拔了，种给仙界那群蠢货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尊上，其中一位买主率先反应过来，跪地求情：“我们追随尊上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即便是对尊上存了痴心妄想，何至于拔掉情丝啊？”娄烨不解地皱起眉：“我天生没有情丝，无法回馈你们的感情。既如此，拔掉情丝，对你们来说不是更轻松吗？”一句话引得恋爱脑们群情激愤。谁说你没有情丝了？明明，等等，这是不是要把我供出来了？众人皆知，魔尊娄烨最忌讳有人谈及他的情丝，还曾经放话，谁要是妄图给他种下情丝，必定死无葬身之地。正因如此，我的买主们都默契地选择闭嘴。可眼下情势危急，600多名买主齐聚一堂，一个不小心就会把我当靶子一样供出来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们很快会发现，所有人都曾在我这里买过高价情丝，到时候就算魔尊不杀我，售后都能把我逼疯。念及此，我立刻一个滑跪，大喊：“魔尊大人，在场之人的情丝不能取。”短暂的沉默后，娄烨的威压从头顶压下：“为何？”“回尊上大人，我刚刚看了，这些围绕在你身边的魔女和小妖，情丝都不长，达不到恋爱脑的程度。他们的情丝里全是对您的忠诚，要是拔了，不仅不能挫伤仙界，还会让魔界丢失一批忠诚的追随者啊。”娄烨半信半疑：“你不用取出情丝就能看见长短？”“那是当然。”我睁眼说瞎话，我做了这么多年情丝生意，自然有我的方法。他们的情丝里原本承载着对您的爱慕，后面逐渐被您的领导力折服，转化为忠诚的追随之情。可以说，他们在您的感召下，已经不是恋爱脑了。这情丝取了也没用。其实，我既不能看见情丝长短，也无法辨别情丝承载的感情。但我知道，娄烨对情丝一窍不通，骗他分分钟的事儿。在场的买主们听懂我的意思，纷纷支持。没错，我们对您忠诚不二。要是把我们的情丝种给那群神仙，他们恐怕会对仙界死心塌地，对我魔族不利啊。此话一出，娄烨的表情不由松动。罢了，本尊人格魅力太盛，让你们化爱慕为敬仰，也算正常。他要是这么想，也行。只要他不取在场之人的情丝，我就能多狗一阵。于是我赶紧加了一把火。至于库存问题，尊上不必忧心。我刚刚想起，我库房还剩一批货，还请魔尊大人允我回去，将情丝带来。我盘算着以取情丝为借口，趁机逃走，但娄烨压根不给我机会。他淡声道：“可以，本尊同你一起。”我心里瞬间揪紧，不敢劳烦尊上，自己回就行。无妨。娄烨起身走下王座，负手道：“本尊也想看看极品恋爱脑的情丝究竟什么样。其实我压根没有什么库房，我的丝都储存在我的肚子里。是以，当我硬着头皮带娄烨回到家，压根就没有任何存货。魔尊大人稍后，我这就去给您拉一盒。拉？我是说去给您拿一盒。”我去了里屋，卯足了劲拉丝。长长的蛛丝一条条悬挂，我还没来得及装盒，娄烨就破门而入。这么久还没好？好了好了，就差包装了。不必管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，我们是暗中行动，包装反而累赘。娄烨凑近，盯着我刚拉出来的新鲜蛛丝看了片刻，这就是情丝。
我陪着笑，够长吧？保准把那群神仙变成极品恋爱脑。娄烨眉头未松，怎么有点眼熟？似乎好几次曾在我的茶水中看见。那是自然，他被种过600多根蛛丝，发现一点端倪很正常。但我还是捧他的彩虹屁。1寸情丝价值千金，魔尊大人果然见多识广。只是库存有限，要想种给全仙界的神仙，恐怕有点难度。娄烨思索片刻，点点头。既如此，就种给仙界最重要的2位神，千灵神女和一尘神君。没错。娄烨下颌线绷紧，严肃道：仙界的仙子众多，但真神仅余2位。若他们能变成恋爱脑，智力与战力锐减，那小小仙界岂不任我拿捏？我被他盲目的自信逗笑，一时忘了表情管理，结果下一秒我就笑不出来了。后日仙界有一场宴会，神女和神君皆会到场。宋圆圆，你想办法将情丝种给他俩，能种多少种多少，最好把他俩变成脑残恋爱脑。相信过不了多久，这3界便是我魔族的天下了。哈哈哈！我在娄烨的笑声中逐渐懵逼。等等，这活怎么让我干？娄烨挑眉反问，不然呢？我只是个供货商，哪会干这个？你是全天下接触情丝最多的人，若有意外情况，你能及时处理。我哭丧着脸，贩卖情丝在仙界是违法的，只怕我还没出手，就被那些神仙。黄金10万两，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，魔尊大人。有钱不挣是傻子。我想得很透彻，反正已经卖了这么多年假货，不如退休前捞笔大的。按照仙界新修订的律法，贩卖情丝是违法的，按律当斩。但贩卖蛛丝不违法啊。要是被抓到了，我直接坦白，最多给我判个诈骗罪，罚点款就完事儿。但要是没被抓，黄金10万两的酬金足够我3生3世吃喝不愁。低风险高回报，怎么都不亏。我美滋滋地同意了娄烨的安排。他用法术将我伪装成一名仙娥，让我伺机而动。但他不能陪我去。娄烨身上魔气太重，以神君和神女的修为，定会立刻察觉。但我就不一样了，灵力微乎其微，是人是妖是仙都没差。这些年仙界腐朽，不少走后门的，哪怕灵力低微，也可位列仙班。像我这样的不起眼存在，才最好混。临行前，娄烨对我寄予厚望。宋圆圆，本尊信你，定会成功。我拍着胸脯保证，魔尊大人放心，在下就算身首异处，也必定万死不辞。什么是身首异处？就是身体看似在打工，实际脑子在床位。什么是万死不辞？就是气死魔尊1万次，也不干正事继续推辞。反正情丝都是假的，就算种植成功，也没有丝毫作用。我还不如在宴会上多吃点。说吃就吃。2天后，我来到仙界宴会，珍馐百味，一果佳肴。我缩在角落，乐滋滋地拿着美食往嘴里塞，肚子还没吃圆呢，就忽然听见身后一道清冽的女声：宋圆圆。我吃东西的动作一顿，脑中瞬间闪过800个念头。怎么会有人认识我？是我以前情丝的买主？不对呀，明明娄烨已经替我易了容，寻常仙娥没有能力看穿。我强装镇定，没有回头。下一瞬，就有一股力量强行拧转我的身体，逼迫我转过身。眼前的女子雪肤花貌，仪容华贵，看我十眼向下瞥，无时无刻不透着一股淡淡的嘲讽。她的法力远在我之上，是我无法窥探的境界。可她身上透露的气息，却是我无比熟悉的。那是我无数次在情丝买主身上感受过的恋爱脑的气质。你就是魔界派来的情丝贩子？女子缓缓开口。我这才想起，娄烨曾给我看过她的画像，她正是我此行的目标之一，千灵神女。还没出手，目标就自己找上来，难道我已经暴露了？无所谓，我早有准备。我直接一个滑跪，坦白道：神女饶命，我是个贩子不假，但我贩卖的只是蛛丝，不是情丝啊。神女嗤笑一声：蛛丝，这是你们的行话？不过在本神女这里，你不必顾忌，纵然你卖的是情丝，我也可保你平安。啊，他怎么也自己把话圆上了？
我战战兢兢问，怎么保？你手上还有多少情丝？我全要了。话音落下，千灵神女伸出一根手指，将我藏在外袍下的蛛丝尽数勾了出来。一根根金色的丝线缓缓浮动，泛着神秘的光。千灵神女眼中满是渴望，竟透出一股扭曲的癫狂。我顿觉不安，小心地问：你要这么多丝做什么呢？神女勾唇一笑，自然是种给我心爱之人。我忍不住猜测，神女的心爱之人可是一尘神君？神女脸上流露出一抹娇羞，除了她，这世上还有谁能配得上本神女？我们是世间仅存的2位真神，本该相守相爱。听到这话，我心如擂鼓。魔尊交给我的任务，难道要以这种方式完成？这千灵神女一看就是个恋爱脑，压根不必种情丝。若我带来的是真情丝，千灵神女便会全部种给一尘神君。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居然就这么轻易完成了。只可惜情丝是假。我叹了口气，像过去贩卖情丝一样，做出免责声明。千灵神女，我得提醒你，情丝只能让她拥有情感，但她爱上的人不一定是你。不可能！千灵神女厉声打断我，真神所居的天外天，仅有我和她朝夕相处。若是她情丝泛滥，不爱我，又能爱谁呢？神女斜着眼看我，傲慢又不屑，我想要的爱情，哪怕被3界所不容，也一定要得到。你这样的蝼蚁是不会懂的。那时我还不懂神女这些话的意味，只是庆幸自己从仙界全身而退，甚至在娄烨问起时，大言不惭地表示已经完成了任务。娄烨表示怀疑，千灵和一尘都种上情丝了？差不多吧。我里不知气也壮，所以那10万两黄金，待本尊横扫仙界之际，自然会给你。在这之前，你就老实待在魔界，本尊会庇佑你的。看似庇佑，实则软禁。搞半天，居然是在给我画饼。我敢怒不敢言，本以为这笔钱就此泡汤，但没想到，仅仅半月后，事态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凡间传来消息，千灵神女为爱屠城，她杀尽一城凡人，只为了让一尘神君承认对她的感情。血红色的夕阳下，她染血的长发迎风飘扬，透着一股癫狂的凄楚。一尘，我不信你不爱我。我们是神，但我们也有7情6欲，爱上彼此没有错。你不就是顾及着天下苍生吗？不就是怕动情会让3界不宁吗？那我就让你最害怕的事发生。你一日不敢直面对我的感情，我就屠一城。若是这样，你还想逃避对我的感情吗？凡人在他的脚下哀伤祈求，但千灵神女看也不看，只沉浸在爱情的伤痛中。她一边流泪，一边勾勾小指，一片片凡人便倒地而死。无数人发出灵魂质问，这就是他们虔诚供奉的什么？这质问声彻天响地，无尽的哀痛与愤恨传至魔界。而魔是对负面情绪最敏感的生物。娄烨收到消息，当即决定率魔兵是神女。临行前，他居然主动找上我，神情低沉。宋媛媛，我让你去种情丝，是不是错了？我想过恋爱脑很颠，但没想到会这么颠。我无语凝噎。一般的恋爱脑干不出这种事，这不能怪情丝，只能说明神女压根没把人当人看。娄烨沉吟道，我的本意只是想让仙界衰落，不想人间发生如此惨剧。这次你与我同去，若局面难以收场，你便想办法收回神女的情丝，别让她再发癫了。啥？情丝这玩意儿，哪是我想种就能种，想拔就能拔的？更何况我根本没给她种过。我眼睛瞪得像铜铃，但没等我再拒绝，娄烨便拎着我上了路。一路上，我也通过魔界的情报，大体分析出了前因后果。神女给一尘神君种下情丝后，满心认为对方会爱上她，谁料一尘神君依旧以苍生为己任，屡屡回避他的感情。纵然我爱你，我也不能与你在一起。3界众生容不得我们动情。这番话刺痛了神女的心，也同时让她燃起希望。她认为一尘神君已经在情丝的影响下爱上了她，只是迫于责任，无法直面这段感情。
他要逼他直面。既然一尘神君最在意天下苍生，那他就看看，在他和苍生之间，神君要怎么选。魔界大军抵达贝图之城时，神女正站在尸山血海之上，悠闲地把玩着发丝。看见为首的娄烨，他动也没动，只轻蔑地笑笑。魔族娄烨，来的竟然是你？不过魔界也是3界之一，好歹比凡人强大。我杀几个凡人，一尘或许还以为我闹着玩，杀了你们这群魔，我就不信一尘还能视而不见。娄烨看着他脚下堆积如山的尸骸，纵然他没有情思，也感知到惊涛骇浪般的怨气。他手执黑色权杖，漆黑的眸中倒映出遮天蔽日的黑气。神，为何会是你这样的？为何仙界总是高高在上，将人族和魔族踩在脚下？为何本该庇佑3界的神，独独庇佑仙界，却将人和魔视作玩物？本尊今日来，不为别的，就为是神。千灵神女笑容一凛，区区魔界，怎敢与神对抗？她周身膨胀出无尽神力，纵然我并非她的攻击对象，也感到心脏即将被攫取的痛苦。神女的力量的确远在娄烨之上，可她却忽略了魔的力量不只源于自身，还可借力旁人，在短时间内激发无穷战力。最强大的修魔之道，并非灵气天赋，而是刻骨的仇恨。娄烨将黑色权杖插入土地，满城的尸骸裹挟着庞大的怨气、血气、死气，沿着权杖凝聚。权杖中心的黑曜石周身汇集起越来越重的雾气，而神女的脸色也随着雾气的浓郁变得苍白起来。神靠凡人的供奉获取神力，也会被凡人的恨意吞噬。你既不配为神，本尊便替天道，收回你的力量。砰！黑色权杖迸发出冲天能量，直冲神女而去。黑色雾气逐渐吞噬了神女周身的红色光芒。就在红光即将被彻底镇压之际，一道白光忽然劈入，挡在了千灵神女之前。巨大的冲击波扰乱了视线，待光芒散去，魔众才看清，竟是一尘神君挡在了神女身前。弑神之力仅有一次机会，一尘神君替神女承受了这致命的一击，即将随风而散。千灵脸白得不成样子，捧起一尘神君残破的身躯，眼泪不停往下掉。你不是说不爱我吗？你不是不敢动情吗？又为什么要用命救我？一尘神君看着自己逐渐半透明的身体，凄然一笑。千灵，我爱你，但我也爱众生。从前是我不敢承认，但临到头也没什么顾忌了。你杀了这么多人，我一直犹豫该如何处置你。如今这样也好，就由我来替你受过吧。千灵疯狂摇头，不，你不可能死，你是神，神怎么可能被杀死？一尘神君虚虚握住他的手，神最大的软肋便是信徒的反噬，今后不要再滥杀无辜了，替我好好活下去。如此深情的一番话，却听得我心中发毛。按照千灵神女这个颠婆的风格，若一尘死了，恐怕她会迁怒在场所有人。我更害怕娄烨真让我去千灵身上取出情丝，到时候面对暴走的千灵，第一个死的就是我。趁着一尘神君还没彻底死透，我准备脚底抹油，赶紧跑路。谁料此时娄烨竟忽然拱火，以凡人的性命作为代价的爱情，本尊听着实在恶心。如果这就是所谓爱情，本尊宁可没有。千灵看着怀中的一尘神君化为透明的风，红着眼愤愤反驳：你一个情丝都没有磨，有什么资格谈爱？娄烨冷嘲：你以为一尘真的爱你吗？他不过是被中了大量情丝而已。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千灵的怒火，他发出一声悲鸣的怒吼，施展力量朝娄烨发出攻击，然后击中了正从娄烨身边跑路的我。说来可笑，这事儿就有这妖巧，我一个跑路的小妖，莫名其妙为魔尊挡了一击，瞬间化为魔尊的救命恩人。幸好神女受过伤，攻击的力量不强，我才能留下一命。待我醒来，在魔族的地位已水涨船高。娄烨告诉我，一尘死前用最后的力量暂时封印了神女的神力，因此短时间内不必担心神女再次发癫。
仙界的2位真神一死一疯，遭受重创，魔族趁机攻打仙界。仙界示威，为了求和，同意割让20余条灵脉给魔界，这是魔界对抗仙界史上最大的胜利。万万没想到，当初娄烨吹牛说的横扫仙界，居然稀里糊涂实现了。娄烨将我视为头号功臣，对外宣布，宋媛媛不光舍命救了本尊，还成功给2位神种上情丝，让他们沦为恋爱脑，才让我魔族战胜仙界。为了犒劳我，娄烨特意在跟仙界的谈判中提出一条，要求他们取消贩卖情丝犯法的条例，让我不必再担心受仙界通缉。今后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的贩卖情丝了，这份尊严和自由就是我赐你的礼物。我可真是谢谢他了。本来想金盆洗手来着，这下名声更大了。我压根不稀罕他的这份礼物，但显然他身边的其他女子并不这么想。夜里，我正准备就寝，忽然听见周遭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，一个小妖闯入房间，气势汹汹地找我理论。这个小妖是娄烨身边的侍女，也是我曾经的买主，在所有给娄烨种情丝的买主中，她是距离娄烨最近，接触时间最多的。她上来就逼问，好你个宋媛媛，我花钱从你这儿买了情丝给魔尊，你倒好，居然利用情丝让魔尊对你产生感情。我花这么多钱，难道是给你做嫁衣的？我一脸懵，产生感情？怎么可能？要不然魔尊怎么对你特殊对待，还替你修改了仙界的律法？这只能说明他对身边的功臣有点良心。我可不管这么多。小妖愤愤道，这几年我也看明白了，他油盐不进，不可能爱上我。爱情算个屁，钱才是最重要的。你赶紧把钱退给我，我也不会告诉魔尊你卖情丝种到他身上的事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他就是找个由头来退钱的。我正思考该如何周旋，竟又有7、8个小妖小魔从暗处现身，他们满脸震惊，几乎异口同声，宋媛媛，你居然还把情丝卖给其他人。此话一出，又是面面相觑，你们也买了？瞒了这么久，终究还是东窗事发。现在只有几个买主，但照这么个趋势发展，那几百号人都得暴露。宋媛媛，你到底卖了多少种给魔尊的情丝？我百口莫辩，索性不言。但没想到，当我转身想跑时，竟看见魔尊娄烨静静站在门外，月色在他身上镀了一层冷，脸庞铁青。显然，一切已被他尽数听见。喧哗的房间顿时安静如鸡，小妖魔女们低下头，生怕娄烨一个不高兴全杀了。但出乎意料，娄烨竟异常平静。他比了个手势，示意其他人出去。我混在人群里也想溜，却被他一把拎住，你留下。事已至此，不得不面对。夜色把房内的空气压得稀薄，风也萧条，心也萧条。娄烨就在这样的气氛中缓缓开口，说吧，你给我种的情丝究竟有多少根？6，刚刚可不止6个人，66，想清楚再说。好吧，其实是666，这次是真的。娄烨比了个暂停的手势，满脸凝重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体内有666根情丝？那我得变成什么恐怖的恋爱脑，不得比那个神女还颠？我弱弱解释，其实颠不颠，不在于情丝的多少。情丝本身没有错，有错的是以爱之名行不轨之事的人。我卖过许多情丝，绝大多数人不会因为多几根情丝就性情大变。其实情丝不是重点，重要的是本性的底色。真正心怀慈悲的人干不出图成吸引爱人眼光的事，所以您不必过于担心。而且有情丝也不代表就一定有爱的人。你看你到现在不也没有对谁心动过吗？娄烨并未应声，只盯着我，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还真有啊？娄烨轻吸一口气，你替我挡下神女攻击的那一刻，我有过一种异样的感觉。之前我不懂那感觉是什么，如今知晓我被中了那么多情丝，方才明白。我目瞪口呆，娄烨真的，我哭死。他宁可怀疑对我动了心，也不曾怀疑情丝是假的。可如今各路买主虎视眈眈，甚至在门后偷听。要是我此时承认是假，
恐怕再也没有安生日子。于是我只能稳住娄烨，顺势给他吹了一波彩虹屁。两位神被重情丝后都变成了恋爱脑，而您还能保持理智清醒，不为所动，可见您的定力比神更强，不愧为我魔界尊主。这话让娄烨很是受用，他铁青的脸微微浮现出一丝可疑的红，冷气消融，轻咳两声道：“你是功臣，这次就不罚了，今后切不可再如此。”说罢，他以一个帅气的姿势转身，僵硬着同手同脚走了。就这，我大跌眼镜，有想过娄烨好糊弄，没想到这么好糊弄。但从这以后，娄烨看我的眼神就逐渐怪异起来，他好像真以为自己有了情思，认为他应该表现得恋爱脑一点。心理作用的力量是强大的，人只要一多想，就容易产生爱情的错觉。魔也是如此。我看着娄烨像个青春期少魔一样，将各色奇珍异宝流水一样的送给我赏玩，还把之前许诺的10万两黄金全数补上。原本几次想私下对他吐露真相，又在物质的炮轰下把真相憋了回去。挺好的，就让他陷入爱情的幻想吧，反正享福的是我。要是一直能过这种日子，就算他之后要让我当个魔尊夫人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但幻想终归是幻想，还没等我彻底将娄烨培养成恋爱脑，三界再次震动。一尘神君死前的力量有限，也不忍心真的封印他心爱的千灵神女，于是神女破除封印，又开始发癫。这一次他是要让三界为他的爱情陪葬。凭什么？仙人魔都能谈情说爱，唯有至高无上的神要受到约束。三界容不下我们的爱情，逼得我和一尘无法相守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要让他最爱的三界都给他陪葬。发疯的神女力量爆棚，扬手就动了10万里海域。仙界的长老们劝神女，一尘神君死前的话你忘了吗？神君爱三界众生，也爱你，必定不希望你做出此等行为。神女立于三界交汇的峰顶，流着泪痛苦嘶嚎。他爱我，他舍命救我，不过是因为种下的情丝罢了。若是没有情丝，他根本不会对我产生感情。若是没有遇上那该死的情丝贩子，我的一尘根本不会离开我。神女话到此处，只觉愤恨上涌。她俯视众生，在无数身影中搜寻到我。纵然相隔万里，她掐死我，依然像掐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神女分身化形，侵入魔界，要先将我这个罪魁祸首除去。但她忽略了我身边还有娄烨。娄烨护住我的心脉，挡在我的身前，抵挡着神女分身降下的攻击。但这次没有庞大无尽的恨意助攻，单凭魔尊独自的力量，不可能与神匹敌。但娄烨还是嘴硬，对千灵没有丝毫客气。真不知道一尘看上你什么？你这样的女人，就算有666根情丝，本尊都瞧不上。情丝，又是情丝。千灵被戳中痛处，暴怒之下，双手结印，眼看就要放出杀招。我呼吸急促，下意识吐出蛛丝，试图缠住她的动作。小妖对神女无异于皮肤撼大树，但神女看到双手交缠的金色蛛丝，不由愣了愣。这是情丝？你直接结出了情丝？又或者……她猩红着眼，艰难地说出一个猜测：这其实是你的蛛丝。世上竟有金黄色的蛛丝？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神女似乎终于恢复了一丝理智。我敏锐地抓住她情绪的变化，或许让她疯狂的症结正在于此。我沉下一口气，顶着无尽的威压，抬头直视神女的眼睛。我给你的从来不是情丝，而是蛛丝。以你的能力，但凡细细探看，必定能发现两者的区别。我告诉过你，但你那时一心只想让神君爱上你，不愿相信。其实你根本不需要给他种情丝。一尘神君心里一直有你。寂静，山川湖海在瞬间归于寂静。崩裂后的大地如同屏住呼吸，静静等待着什么降临。漫长的寂静后，神女迸发出绝望的嘶吼，像是痛苦的要呕出心脏。竟是我毁掉了一切。我还以为他就我是受到情丝的影响。原来，如果我不去种情丝，不去考验他，不去杀害他在乎的众生，
如果……可惜没有如果。癫狂的神女归于安静，带着一抹绝望的笑意。这世上如今再无人能伤她，除了她自己。方才还要让3界陪葬的神女，在得知真相后，默默收回了所有分身。她是爱我的，原来她一直爱我啊！喃喃念着这句话，神女以神气自戕，化为齑粉而亡。神陨之时，脸上竟带着从未有过的释然。果然是个顶级恋爱脑。一场浩劫就此消弭，3界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。我松了口气，转头正想跟娄烨庆祝，却对上他铁青的脸。所以你的情丝真的都是蛛丝？我心虚的应道，呐，种给我的那666根情丝也都是蛛丝。我头埋得更低了，呐。宋媛媛，你耍本尊？本尊还以为自己有了情丝爱上你了。你怎么敢？我也不算耍你啊。我弱弱发声，你看，真正的情丝落入你身体了。娄烨一愣，不由转过头，在神女消散的那片天空中，留下了数根极长的情丝。他的神体虽然陨灭，但情丝却留了下来。那情丝断成无数根短小的正常尺寸，播撒3界，落入那些无情丝之人的身体。在他们的识海中，坠上一根短短的、温暖的、泛着金光的情丝。跟我假冒伪劣的蛛丝不同，那是真正充满温暖、蕴藉魅力的情丝。从此，无情丝之人亦有了感知情的能力。世上再也不需要情丝贩子了，一切由心而生，随心而动，无需强求，无需种植。这大概是千灵神女漫长的一生中做的为数不多的有益之事。颠簸的情丝进了本尊的身体，本尊不会也变颠吧？娄烨还不太放心。情丝无错，种在不同的土壤，自然会结出不同的果。我笑着看他，竟没由来的鼻子一酸，蓦然涌出一股不舍。你既然已经有了情丝，今后遇到喜欢的女子，想必有能力分辨了。这世上再也不需要情丝贩子。我呢，也该去寻找我新的事业啦。你要去哪儿？还没想好，在尊上这里骗吃骗喝骗财这么久，也该收手了。如果本尊不想让你收手呢？啊！娄烨漆黑的双眸中似有星光，隐含着某种异样的神采。他凝视我，走向我，磁性的嗓音在我耳边响起。情丝告诉我，有你在，本尊欢喜许多。本尊刚有情丝，还不太会用，你留下教我，可好？风吹过，将他眼中终年笼罩的阴霾吹散，透出一丝清澈的柔光。我听见自己急促的心跳声，像是要蹦出来。糟糕，恋爱脑要长出来了。这世上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有2样，蛛丝和情丝。我2者兼有。卖蛛丝的假货贩子，大概终将折在情丝的缠绕下，但乐在其中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